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俄罗斯打算向印度转让阿马塔坦克关键技术，这是准备把压箱底的宝贝拿出来吗？2023年，印度航展呢正在印度南方城市班加罗尔，世界各主要武器出口国除了中国以外都积极参展，向印度这个国际军购市场上公认的肥羊献殷勤。2月14号，航展传出新消息。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的副局长弗拉基米尔·德罗洛夫对媒体说，俄罗斯准备同印度分享特14阿马塔坦克的技术，以便共同为印度开发新型主战坦克。这个消息又让印度的媒体嗨了起来。这个声明呢，主要是针对印军下一代主战坦克的采购计划。2022年6月1号，印度国防部发布了一份信息请求书，宣布将从2030年前开始分阶段采购1700辆下一代主战坦克。印度陆军曾经在去年底决定采购354辆轻型坦克，这主要是为了在高原地区对付中国的154式轻型坦克。目前印度陆军总共拥有大约3640辆主战坦克，这里面包括122辆阿琼、2418辆特72 M1和1100辆特90S， 另外还有1100辆各种型号的老式坦克保存在仓库里。印度陆军的主力特72 M1坦克已经完全过时，与特90S坦克相同系列的俄制特90在乌克兰战场上表现不好。印度陆军嘴上不说，但心里很明白，面对解放军陆军，他们只有挨打的份儿。至于印度国产的阿琼主战坦克，这是一个堪比光辉战斗机的笑话。虽然印度媒体把它吹得天花乱坠，什么吊打中国99式，但印度陆军就是不大规模的采购，可见他们心里很清楚，阿琼不堪大用。俄罗斯转让特14阿马塔坦克的技术，能够让印度获得什么样的优势呢？这里面就难说了。虽然特14阿马塔坦克已经露面了7年，并且纸面上的性能十分强大，但俄军也没有大规模的装备，目前仅仅是采购了20多辆用于测试。主要原因是它的技术还不成熟，并且在西方的制裁下缺乏先进的电子元器件，大规模量产是有难度的。俄罗斯这次表示愿意同印度分享阿马塔的技术，并且共同为印度陆军开发新一代的主战坦克，目的是借印度的经费完善阿马塔，与当年拉印度入伙加入 PAK-FA 项目，最终研制成功苏57战斗机是一样的玩法。当年印度在 PAK-FA 项目上白白花了20多亿美元，却什么都没得到。当然了，苏57的技术过于高端，以至于俄罗斯不愿意转让。但通常来说坦克技术没那么敏感估计这一次俄罗斯能拿出一些真东西来。同时，印度采购西方的零部件没什么困难，也许可以偷偷的帮助俄罗斯暗度陈仓呢。我们来看看特14阿马塔坦克的几个技术亮点。一是主动防御系统，阿马塔坦克采用的是阿富汗10主动防御系统，可以在距离坦克15到20米的距离内拦截来袭的敌方炮弹或者是导弹。这个系统采用毫米波的雷达对来袭目标进行探测，据称使用了苏霍伊设计局为苏57战斗机研制的 AESA 雷达技术。但是目前连苏57战斗机也没有大规模的量产，可能也是因为一些必须的电子元器件因为西方的禁运而无法大量的采购。阿马塔坦克的观瞄和火控系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印度不存在电子元器件短缺的问题。二是发动机，阿马塔坦克采用的是液冷4冲程涡轮增压柴油机，型号是 A85-3， 12个气缸呈 X 型分布，额定功率是1500马力，加速时候的功率可以达到1800马力甚至更高。这款发动机的纸面性能是相当相近的，但是根据俄罗斯媒体在2020年的报道，这款发动机的设计有缺陷，性能并未达标。这个问题如果在印度的资金支持下能够得以解决，对俄罗斯来说那就是一件非常完美的买卖了。三是先进的火炮，阿马塔坦克采用了一门全新的124毫米的 RA82 EM 式坦克炮，配合新研制的弹药，据称炮口的动能超过了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 RH120 L55型120毫米坦克炮。从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来看这款火炮的成熟度应该是阿马塔坦克上各个分系统中最高的。当然了，阿马塔坦克的先进技术还不止这些，
它的无人炮塔、携带的无人机、整体布局等各个方面都可圈可点。但是总体而言呢，阿玛塔坦克被称为下一代主战坦克，还是有一些牵强的。它的各项技术比起世界上现有的各种先进主战坦克，并没有太多的优势，甚至可能在信息化上面呢还有一些落后。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